2025年，有一些真相我们避无可避。未成年人犯罪的残酷远比想象中更刺骨。我们总习惯认为孩子的世界只有懵懂与天真，他们的恶意顶多是恶作剧，是小打小闹。可这一年，太多官方报道的案件都在诉说同一个真相：恶从不分年龄。从河北邯郸3个13岁少年为191元亲手将同学埋进土坑，到深圳14岁男孩在自家楼下用折叠刀刺向同班女生悠悠，从福建莆田一群中学生为蝇头小利卖掉手机卡沦为诈骗帮凶，到浙江海宁那个藏在屏幕背后的少年用看不见的魔爪撕碎多名女孩的童年，再到上海17岁退货少年用400万赃款换来6年铁窗生涯。5起案件，5种悲剧，5个戛然而止的人生。今天我们不评判不说教，只静静回望这些官方通报的典型案例，把最真实的真相，最刺骨的伤痛讲给你听。看懂2025年的这些遗憾，或许我们能更懂该如何守护身边每一个本该纯粹的孩子。这第1起案件虽然发生在2024年春天，但它的司法进程贯穿了整个2025年，并入选了新时代推动法治进程2025年度10大案件。2024年3月10日，河北邯郸肥乡区一个普通的春日，13岁的王子耀像往常一样出门。他不知道这一天自己再也回不了家。3名同龄人张某、李某、马某正等着他。动机呢，说出来令人心寒。张某偶然得知小子耀手机里有191元零钱，191元不过是1-2双球鞋，几款游戏皮肤的价格。可在张某眼里，这笔钱值得用1条命来换。他提议杀了王子耀，抢了钱，3人平分。案发前，张某提前在郊外一处废弃的蔬菜大棚挖好了坑，随后他以带你去个好玩的地方为由，把毫无防备的小子耀骗了过去。出发时，小子耀或许还满心欢喜，从没想过等待自己的是早已挖好的坟墓。到达现场后，张某手持铁锹残忍行凶，李某上前协助控制。小子耀倒下后，3人瓜分了那191元。张某分得大半，李某分得一部分，马某负责砸毁了小子耀的手机卡。做完这一切，他们次日照常上学，仿佛前一天的恶行从未发生。案件侦破后，真相浮出水面，举国震惊。2024年12月30日，法院一审判决，主犯张某因犯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无期徒刑，李某获刑12年，马某因为没有直接参与杀人，被送往专门学校接受矫治教育。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官在解读此案时说，年龄并非免责金牌，违法犯罪必担责。在刑法规定未成年人不适用死刑的情况下，对张某顶格判处无期徒刑，彰显的是对未成年人犯罪宽容而不纵容的司法态度。191元，3条青春，2个家庭的破碎，一个少年用铁锹终结了另一个少年的生命，也亲手为自己的人生挖下了一座看不见的坟墓。如果说邯郸案是荒诞的贪念，那深圳这起案件则让人不寒而栗于少年的冷静与残忍。悠悠全名潘雨悠，这是一个多么好听的名字。她是父母的独生女，母亲曾华与丈夫人到中年，经历种种磨难才艰难生下这个宝贝女儿。2人倾注了全部心血，将她培养成了品学兼优的孩子。悠悠、钟某某、另一名陈姓同学，3人同住在一个小区。从初一开始，悠悠的父亲和陈同学的父亲便轮流接送这3个孩子上下学。钟某某的父母从未参与接送，钟某某是轮流做另外2个孩子家长的顺风车。这份邻里间的互帮互助持续了整整3年，从未收取分文。
可就是这样朝夕相处的善意，换来的却是残忍的杀戮。2025年4月8日下午放学后，陈同学的父亲像往常一样将三人送到小区大门后离开。悠悠独自走向自家楼栋，准备上楼。或许他还在想着当天的作业，明天的课程，从未察觉角落里有一双冰冷的眼睛正死死盯着自己。钟某某早已网购了一把折叠刀，摸清了他的作息，等待最佳时机。当悠悠独自走到楼下时，他冲了出来，持刀朝他身上多处捅刺。听到悠悠倒地呼救后，已经离开的钟某某竟再次折返，又捅刺数刀。尸检报告显示，悠悠身中26刀。更令人细思极恐的是，警方事后调查发现，行凶前钟某某曾在网上搜索14周岁杀人需要承担什么责任，还查询了邯郸案判刑的相关内容。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知道法律对14岁的优待，他算好了一切，却依然选择了杀戮。作案后，钟某某逃回家中，向家人谎称因见义勇为被人砍伤双手。他的父母信以为真，甚至在小区业主微信群里发消息，称儿子为了救人导致手部受伤。群里一度有人称钟某某是救人小英雄。而此时，真正的受害者悠悠正倒在血泊中。他的母亲曾女士听到楼下有人喊有人晕倒，以为是女儿低血糖发作，慌忙跑下楼，看到的却是女儿浑身是血，早已没有了呼吸。次日，钟某某被警方抓获。2025年11月28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钟某某因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法院认定其预谋行凶，犯罪手段特别残忍，情节特别恶劣，主观恶性深。判决出炉的那一刻，两个家庭彻底崩溃。悠悠的父母失去唯一的孩子，母亲曾女士一夜白头，体重从120斤跌到90斤。曾女士至今不敢搬家，怕女儿回来时找不到家。钟某某的父母既要面对受害者家庭的指责，也要承受儿子沦为杀人犯的痛苦。一句无端猜疑，一把网购的刀，一个14岁女孩的生命，两个破碎的家庭。更讽刺的是，那个亲手毁掉一切的少年，坐了3年受害者家开的顺风车。前2起案件血腥刺眼，而这起案件没有鲜血淋漓，没有激烈对峙，却以更隐蔽的方式悄悄毁掉了一群少年的大好未来。2025年4月，福建莆田公安网安部门发现，辖区内有一个犯罪团伙，专门盗窃、收购中小学生实名手机卡，提供给境外诈骗分子使用。调查结果令人心惊，该团伙作案目标明确，专门针对佩戴电话手表或携带手机的中小学生群体。他们利用部分学校禁止手机入校的规定，徘徊在学校周边的车棚，撬开学生存放手机的车辆储物箱，盗取手机内置电话卡。除此之外，他们还通过用花言巧语、小额报酬引诱学生出售自己的实名手机卡，或引诱未成年人办理手机卡等方式，大量获取实名手机卡。这些孩子不知道，这些实名手机卡最终会流入境外诈骗团伙手中，成为诈骗分子敛财避罪的工具卡。不知道每一次有人被这些手机卡诈骗，他们都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更不知道一张小小的手机卡会成为困住自己一生的枷锁。2025年6月，莆田警方在净网2025专项行动中侦破此案，抓获犯罪嫌疑人8名。而那些涉案的未成年人因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被依法处理，16岁以上情节较重者被判刑留案底，16岁以下者接受专门矫治教育。他们的错只是一时贪念，可就是这点贪念，让原本干净的履历永远留下一个污点，未来考公、参军、进大厂都将因为这个案底被拒之门外。一张小小的手机卡，一个看似不起眼的实名认证，只因一时贪念，变成了困住少年们一生的枷锁。他们卖掉的不只是一张卡，也是自己的未来。
如果说线下犯罪看得见摸得着，那这起案件则揭示了互联网时代最隐蔽的伤害。未成年嫌疑人沈某常年活跃在各类青少年社交软件上，他刻意伪装成温柔体贴的同龄人，用温暖的话语、耐心的陪伴，一点点靠近多名未满14岁的女孩。对这些懵懂无知、渴望关怀的女孩来说，沈某的出现仿佛是黑暗中的一束光。可等女孩们放下防备，他便撕下温柔面具，通过哄骗、引诱、威胁等手段，逼迫这些孩子发送身体隐私部位的照片和视频，甚至转发传播。这些受害女孩本该在阳光下无忧无虑成长，却因这场看不见的侵害，长期活在恐惧与自卑中。部分孩子出现厌学、抑郁情绪，甚至产生自我否定的想法。起初，公安机关只移送了一起猥亵儿童的犯罪事实，但海宁市检察院在审查电子证据时，发现事情没那么简单。检察官联合技术部门细致审查，从海量电子数据中深挖出有效信息，构建起完整的证据链条，最终追诉了沈某另外2起猥亵儿童犯罪以及传播淫秽物品罪。庭审中，辩护人提出，被告人是未成年人，应当减轻处罚，判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公诉人当庭反驳，对未成年人特殊保护绝不意味着对恶性犯罪的妥协，必要的刑罚亦是挽救。2025年5月13日，法院当庭宣判，沈某因猥亵儿童罪、强制猥亵侮辱罪、传播淫秽物品罪3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6年6个月。这份判决给了受害家庭一丝慰藉，让正义得以伸张，但受害孩子心中的伤痛却需要一辈子去愈合。这种看不见、摸不着，却能摧毁孩子身心的隐蔽伤害，比刀剑更残忍，因为刀剑伤的是身体，而它摧毁的是孩子对世界全部的信任。2024年3月，上海一家化妆品经销公司向警方报案，称其线上平台遭到恶意虚假退货，损失惨重。警方很快锁定了嫌疑人，17岁的少年吕某。从抓获到审讯，从取证到起诉，这起案子走过了漫长的司法程序。直到2025年11月，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检察院将案情公之于众时，人们才真正看清那个躲在屏幕背后用400万赃款挥霍青春的少年究竟经历了什么，又为何走到这一步。吕某家中兄弟4人，父母忙于生计，对他疏于陪伴。为了给孩子更好的教育，父母咬紧牙关将他送到上海读书。可远离家人的孤独感让这个少年越发渴望被关注、被认可。陪伴他日常的只是一辆父母奖励的2手自行车。看着同学骑的名牌自行车，他不禁心生羡慕。一次网购退货时，他偶然发现有些商品可以在不退还的情况下成功退款。这个漏洞像一扇突然打开的门，诱惑着他走进去。起初或许只是试探，但很快他彻底失控。用吕某自己的话说，当时觉得这样干来钱太快了，过不了多久就能轻而易举买到心仪的自行车了，之后便一发不可收拾。他租借他人电商账号，伪造虚假物流单号，批量下单高端护肤品套装，随后以质量不符、收到假货为由申请退货退款。1笔、2笔、3笔，他像上了瘾的赌徒，停不下来。从2023年11月到2024年3月，短短几个月，他累计操作虚假退货订单上万笔，涉案金额高达400余万元。这些钱去哪儿了？全部被他挥霍一空。最新款的手机、名牌衣服、请朋友吃饭、K 歌，他沉浸在金钱带来的虚荣感中无法自拔，享受着从未有过的风光。可他从没想过，这份短暂快乐要用青春来偿还。2025年7月17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一审宣判，吕某因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庭审中，检察官戴小燕对他进行了法庭教育。任何违法犯罪行为都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面对巨额金钱诱惑，你没有守住底线，不仅给被害单位造成了巨大经济损失，也把自己送进了监狱。希望你能真正反思，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当法锤落下，这个17岁少年才幡然醒悟，可一切都晚了。17岁，本该读书奔赴未来的年纪，他却用虚荣心与贪念亲手换来6年牢狱之灾。他骗走的400万，最终买来的是自己的青春葬送。回望2025年这5起案件，每一起都刺痛人心，令人惋惜。190亿元毁掉3个13岁少年的青春，夺走一个同龄人的生命。100折叠刀让14岁的悠悠倒在自家楼下，让另一个14岁男孩余生都在铁窗中度过。一张手机卡断送一群中学生的大好前程，只因一时贪念。一个屏幕背后的魔爪，给多名女孩留下终身无法愈合的心理阴影。400万赃款让17岁少年用6年青春买单。这些悲剧绝非偶然，他们清晰印证了一个事实：未成年人犯罪已呈现低龄化、网络化、预谋化的新特征。它从来不是遥远的别人的故事，那些隐藏的隐患就藏在孩子成长的每一个细节里，藏在父母的忽视里，藏在监管的漏洞里，藏在网络环境的不良引导里。而悲剧的起因往往只是一时贪念，一句无端猜疑，一份孤独攀比。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儿，最终都酿成了无法挽回的终身遗憾。但法律从不纵容任何恶行，从邯郸案的无期徒刑到深圳案的无期徒刑，从海宁案的6年6个月到上海案的6年，每一份判决都在宣告，年龄从来不是免责的金牌。无论成年人还是未成年人，只要触犯法律，就必须承担相应责任。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官在解读邯郸案时说得好，我国对未成年人犯罪坚持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但对于犯罪情节恶劣、后果严重、主观恶性深的，坚决依法惩治。很多时候，守护一个孩子并没有那么难，一句耐心的陪伴，一次真诚的倾听，一份细心的留意，或许就能驱散孩子心中的阴暗，就能挡住伸向孩子的魔爪，就能让他们在成长的路上少走弯路。我们今天复盘这些悲剧，不是为了放大恐惧，而是为了铭记，每一个走上歧路的孩子都曾是被忽视的天使。愿每一位少年都能守住心底的纯粹，远离恶，拒绝恶，不被贪念裹挟，不被阴暗吞噬。也愿每一个孩子都能被家庭温暖，被学校呵护，被世界温柔守护，因为他们不仅是家庭的希望，也是这个国家最不该辜负的未来。感谢你今天的收看，我是小薇，我们下期再见。感谢大家观看今天的案件解析。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别忘了点赞、订阅小薇说案，打开小铃铛，第一时间获取最新更新。有什么想法或想听的案件，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和小薇一起讨论。我们下期再见。